这几天啊，中国的股民可算是乐开了花啊，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一扫前几年的阴霾，迎来了一波井喷式的行情。就短短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收复了今年全年的跌幅，迈过了3000点，而且啊，越过了3000点之后，也没有停息的架势啊。今天上午又涨了100多点，整个大盘涨了5%啊。有人就说，中国现在的股市啊，那叫武则天守寡，失去理智啊！现在呢，我看到有些讲的嘛，很多和尚都赶到了证券交易所去开户去了啊，又给人感觉又到了那种万人空巷、集体冲入股市的那个场景。记住我的话，9月上中旬开始，我名字都给它取好了，叫爱在深秋。希望你听懂，年底目标位4165点，记住啊，275上。你要满仓给我买，全在涨，真的全都在涨啊！兄弟们，涨的都是头晕目眩的，上来就是3200点，都不带犹豫的，下不去，根本就下不去。哎呀，好起来了，兄弟们，真的好起来的时候没钱了，这是最难受的一件事情了。只要这个事儿做得好，对吧？我第一期5000亿，还可以再来5000亿，甚至可以再搞第3个5000亿，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我作为一个老股民呢，我的感觉啊，这次的行情啊，跟历史上有2次很像。一次呢是著名的519，大盘跌到了998点啊，然后呢一路上扬涨到3000点。第二次呢就是2016年那波大牛市啊，那市场跌到了2000多点啊，然后一路上扬又涨到6000点啊。这一次呢非常像，就是那个在底部盘旋了很长时间，最后呢是政策呵护的情况下，然后呢市场迎来反转。大家要知道9月24号啊，这个央行啊专门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新闻发布会啊就针对股票市场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来了，又是降息又是降准，同时对股票市场呢又专门制定了一些政策。你比如说啊，搞一些政策工具，你这个一些券商啊，还包括你一些这个公司啊，你可以用资产来抵押，抵押之后释放流动性啊，那多少钱呢？5000亿。这5000亿还规定了，这5000亿你只能在股票市场里购买其他的股票，购买其他资产，这可不得了。首先是这个政策工具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就是说你可以用资产来抵押，然后进入到这个证券市场啊。过去都是防止这种情况，为了防止发生次贷危机啊。第二，过去都是防止各种资产进入到股票市场，防止股票市场过热嘛。但是现在呢，它规定你通过抵押的资产。这个钱呢，你只能用于购买股票市场里的资产，那这是完全颠倒过来了，对不对？那历史上都是相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央行现在专门针对股票市场啊，希望股票市场能够涨起来，这种动机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中国的股市呢，一贯就是政策市啊，大家都听政府的啊，按照政府的指导进行炒股啊，所以这个政策出台之后，股票市场是应声而起啊。那不光是股票市场啊，在过去的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中共啊应该说围绕着整个一揽子的经济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方案。就在昨天晚上，很多地方政府还在连夜出台有关房地产方面的松绑政策。比如说广州市从昨天就宣布从今天开始取消一切限购措施。要知道从2016年开始，中国为了防止资产泡沫化，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都出台了非常严格的限购政策。这限购政策呢，基本就是说对户籍进行限制，对社保进行限制。你在本地有户籍的，买第一套房可以，第二套房就有限制了，比如说贷款的比例啊。你没有本地户籍的，你就必须很长的缴纳社保年限，平均是5年。那甚至对很多离婚的那个卖房都有限制大家都记得但是现在广州作为全国的1线城市，北上广深嘛，已经率先取消了所有的限购措施。深圳的房价前几年都跟香港差不多了，甚至比香港都高了深圳这次虽然没有全部取消限购措施，但是在7个区已经允许你非本地户籍的人去购买第2套房了，而且购买的方式也比较优惠了。比如说你过去没有深圳市的户口，那么你要买房，你得缴纳5年的社保，今年5月份降到3年，这一次又降到了1年。这个要求就很低了，你想想，你只要在深圳缴纳1年社保，你就可以这个购买住房了。那么呢，这个2套房的最低的贷款比例是多少呢？降到了20%，那这也是前所未有是吧？上海也是作为
这个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大城市啊，房价也非常高。这一次呢，虽然没有直接取消限购，但是你外地人，你只要在上海缴纳1年的社保，你就可以在外环以外购买住房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社保也是降低到了1年。同时啊，像深圳、像上海，对你这个购买住房之后啊，要收取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增值收益的这部分的征税额，过去呢也是从5年呢降到了3年，这次降到了也是降到了1年。你只要购买完1年之后啊，这个增值部分的收税就基本就免掉了。应该说你可以看到啊，对房地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呵护啊，也是前所未有。所以有人称之为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经济刺激。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围绕着这次中共的大规模的经济刺激的这么一个这个话题啊。话说今年的9月26号啊，中共中央呢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啊。这个政治局会议呢，按惯例是每个月召开一次，而这每个月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啊，一般来说这个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围绕着经济方面的议题呢，是4月份一次、7月份一次和12月份一次。这4月份一次，经济7月份一次，大家都可以看到了吗？是针对第1季度、第2季度这2个月的经济形势，部署年中的整个的经济形势。而12月份呢，也一般来说要关注明年的情况了啊。那么这9月份这一次啊，惯例来讲是不讨论经济问题的，但这一次9月26号的中央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局会议啊，破天荒的开始讨论了经济话题，而且啊，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什么呢？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这正视困难，坚定信心这8个字可不容易，因为共产党的话语体系里头，过去啊是很少提困难的，基本都是什么呢？基本就是目前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是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这是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嘛？你要让共产党承认他面对困难，那就应该说这困难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么这个困难主要是什么呢？其实也非常清楚，就是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啊是严重的恶化，尤其是财政状况，应该说已经恶化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了。最新的数据就是8月份这个数据啊，整个中央财政的收入啊，这同比降幅扩大到了2.8%。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整个今年的财政收入，除了1季度啊有过跟去年同比相比啊，小幅反弹以外，全年范围内的财政收入一直在持续的恶化。那么呢，这个尤其是跟7月份相比呢，它降幅是下跌了0.9个百分点。这中间啊还有很多具体的数据啊，我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那这里头啊，税收的数据下降的最快，同比下降5.2%。那你想想，你整个财政收入里头主体部分是税收嘛？你税收下降5.2%，那降幅扩大了1.2个百分点，那怎么办？于是上半年大家都知道了，政府开始搞一些非税收支出。这非税收支出呢，增长是8.8%。那非税收支出呢，很多人都说靠罚没呀，靠这个资产呢，盘活国有资产呢，就卖国有资产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呢，到了今年夏天的时候，基本也已经到了顶峰了。8月份跟上个月相比，已经回落了5.7个百分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财政支出的恶化程度啊。那么在这里头啊，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数据啊，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税收里头啊，消费税的下降是最多的。消费税呢是下降了4.6%，跟上个月相比呢是扩大了1.5个百分点。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呢是收窄了1.7，下降了2.9。但这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土地出让金的数据是断崖式的下跌。那么8月份国有土地所有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扩大至到了41.8%，连续2个月降幅超40%。这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啊是不计入到整个财政收入里面的，但是它在地方政府的收入里头占比很大。那你想想，它这个土地出让金它卖不了钱了，地方政府拿这个钱是要支出的，所以这个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里头呢，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啊，这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8月份的财政收入恶化的同时啊，支出同比由增转降，这应该说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就我查了一下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几乎没有见到，就是过去收入在降低的同时，基本上支出还是保证在支出的。但是到了8月份的时候，
财政的支出从上个月增长的6.6%降为了下降6.7%。这说明什么？说明真的地方政府是没钱了。中央政府咱不说啊，地方政府真的没钱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疯传很多地方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开始拖欠发放了，教师的工资开始拖欠发放了。前些年搞的很多那些民生工程，比如说很多地方的公交车不怎么要钱了，不怎么要钱了之后，现在要破产了。对，天津我就看到了公交车说过去基本不要钱，现在要破产了。那你想想，这就是说现在的支出已经真的没有钱了。南昌师范学院附中老师集体讨薪，现在身为校长的在这里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去给大家做一个解释。看看杭州不给钱呐，都看看啊，人山人海的，他妈一年的钱不给，去年开始没给了。那么整个前8个月的财政支出只完成了全年支出预算的60.9%，这个支出进度为近5年的次低，仅快于疫情爆发当年的2020年的同期。这是8月份的啊。那么其实啊，整个今年的财政状况的恶化，也包括经济状况的恶化，可不是从8月份来的啊。就整个今年的2季度，这个状况就已经非常糟了。就2季度的 GDP 的增值啊，大概是多少呢？同比增长是4.7%，增速低于1季度的0.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整个2季度的经济降幅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因为今年不是全年提出来了，GDP 的增幅是5%吗？那么除了1季度超过了这个5%的增幅以外，到了2季度立刻就下降了0.6%，只有4.7%。那这个数据是相当可观的啊。那么现在3季度的整个数据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但是通过8月份、7月份、6月份这2个月，也包括9月份的数据，9月份数据我没看到啊，应该说整个状况可能比2季度还要差，这是一个情况啊。那么在整个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里头呢，我们大致可以从细分里看到什么呢？细分里头看到，就是在整个经济的贡献额里面啊，就是外贸出口仍然比较强劲，生产状况也比较强劲，就是生产对整个 GDP 的拉动啊仍然没有下降。但是呢，什么下降了呢？就是消费这一块下降非常多。你比如说在2季度里头，就是最终消费支出对整个 GDP 的拉动呢是60.5%，那么这个资本形成总额呢是占25.6%，那么进出口呢对整个 GDP 的拉动呢是13.9%，那么这个消费拉动的60.5%，这个比例应该说也是最近几年的最低数值了。那么相对来说下降了多少呢？跟1季度相比呢，下降了13.2个百分点。那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可怕的啊。那么为什么消费会下降呢？那大家就问了啊，那消费下降，那无非就是2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消费意愿下降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收入下降了嘛。那么还有一个数据，那么大家就可以看了，整个2季度的时候啊，你比如说，每年都搞618大促嘛，这618大促，今年的618大促啊，就跟去年相比，就低了差不多500亿，今年是7400亿，那去年是7900亿，那就说明实实在在的大家消费额在下降，这是非常明显的啊。当然，你比如说6月份的汽车的消费数量也在下降啊，就整体来讲，整个消费的数额都在下降。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整个今年的 GDP 的下降的一个本质原因，大家也都基本清楚了，可以概括为就生产大于消费，外需好于内需。所谓生产大于消费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企业来讲，生产能力仍然非常强劲。你比如说中国的新三样汽车产能过剩，是不是？那就说明企业生产能力没有受到什么限制，仍然是非常强。但是呢，外贸出口呢也还可以啊，拉动数额也是比较大的。那唯独就是说国内的内需不足，国内的内需不足，这是整个持续过去3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根子。那么国内的需求不足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那这里头啊，那就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了。首先，大家都知道，2020年、2021年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我们过去在节目里头讲到了啊。调控政策里头，当时不是讲了吗？说中国有3座大山，是吧？什么医疗啊、教育啊、房地产呐、那么教育市场对这个教培市场开始大杀四方，整个教培行业给弄死了啊。那么呢，对房地产市场呢，也是基本上很黄很暴力啊，出台了3条红线，就是你企业整个资产负债不能高于70%，你净负债率不能高于100%，短期债务呢也不能超过1。那么这3个红线一画，整个房地产市场啊应声下落。那么房地产市场的下落啊，导致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财富灭失。过去啊，中国的居民总收入里面，总财富里头大概有60%啊是房地产，就是房产的数额啊。那么中国现在房产的整个的价格啊，跟最高峰相比啊，已经下跌了12%。这是12%意味着什么呢？这12%意味着差不多有54万亿的财产灭失，这钱没了，这钱就化为乌有了。那你想想，那对于很多居民来说，那一下子少了几十万亿来讲，那这不是非常可怕吗？你要知道这里头还有一个数据特别有意思，就是今年上半年，这个好像是居民可支配收入还上涨了5.5%，但是呢，大家就是不消费了。为什么不消费了？就是因为我认为，就是你工资增长那点钱，当然工资可能还没增长啊，它这里的数据还有水分啊，那导致了由于整个财富灭失效应，那么使得大家的财富普遍缩水，在这种情况下，真的就是不敢消费了嘛。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了，今年2季度的时候啊，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也在下降。那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下降，除了那个所谓的抵扣政策的出现啊，更重要的也还是说明现在失业率的上升，也包括整体现在的经济下行，导致了大家的实际收入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普遍的需求不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整个今年啊经济状况一直一蹶不振，应该说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步了。甚至有人可以在预言，中国正在走向当年日本持续30年的经济大衰退。大家都知道啊，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啊，那么迎来了资产泡沫的那个顶峰，然后之后的30年呢，基本上经济就是下行的。这下行残酷到什么程度呢？就资产价格下跌了83%，股票市场平均跌了70%。那么整整一代人30年来的时间啊，整个日本人在为了失去的30年来买单。所以从2016年开始呢，中国政府想要避免资产价格泡沫，但是呢，现在给人感觉你在治理资产价格泡沫的过程中，就已经进入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这种状态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已经担心，形成了一种通缩循环。什么叫通缩循环？资产价格下跌，企业生产卖不出去，消费不足，然后经济呢就更加不行，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负向循环。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这一次9月26号的时候，中共的政治局会议开始提出来了，要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里头首先我觉得有2大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要在股票市场首先制定一个量化宽松的政策，货币政策嘛，是吧？又是降息又是降准，同时呵护股票市场。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就是政治局会议是9月26号召开的，但是央行的新闻发布会是9月24号就开始召开了。那么降息降准也包括对股票市场的一系列的重大措施，是在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经出台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政治局会议之前，中共内部的针对经济的运行小组就已经对这一次的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形成了共识，并且迫不及待的就已经推出了，就等不到9月26号以后，应该是迫在眉睫。所以这里头就是2个方面的政策，最核心的一个呢就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降息降准，同时要刺激股票市场重新上涨。第2个方面呢，就房地产政策基本上完全翻转了。3年以前针对房地产政策的所有的措施，现在基本上全部都翻过来了。那个时候呢，银行是要抽贷结果导致了很多房地产企业要破产，恒大破产了，像碧桂园这样的企业基本都要破产了，是吧？然后导致了一些烂尾楼现在要保交楼，
现在提出来的措施是什么？现在提出来的叫应贷尽贷。应贷尽贷，你想想，过去3年是不给你贷款，甚至你连买土地的资格都没有，现在要应贷尽贷了，政策180度的大转弯。然后呢，限购政策基本取消了。然后呢，就算北上广深这里头，只有北京这一个城市还没有取消限购政策，没有松绑，其他全国所有的城市几乎全都松绑了。而且2套房的这个贷款比例最低也都降到了15%。那么这一系列的政策，应该说跟过去3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紧接着我就来分析分析为什么要这样。那么这样的政策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应该说啊，整个中国经济的这一次的下行啊，其局面、其严峻程度啊，是跟2008年那次相比，比那次更严重。因为2008年那次的亚洲金融危机啊，基本是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传导到亚洲，导致了中国的出口受到了影响，然后要拉动内需，所以当时温家宝总理提出来了一个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这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当时中国经济啊，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还在快速进程当中。那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呢，也是在这发展当中。同时呢，也包括啊，整个中国的基础建设呢，也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的怎么说大规模的建设起来嘛。所以那一次的4万亿经济政策，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就政府开始增加开支。是吧？开始搞西部带开发呀，然后包括还搞这个高铁建设计划呀等等啊，搞大规模的公共设施的建设。那政府增加投入了之后，那么经过1年的时间，2009年中国的经济就触底反弹了，然后差不多又迎来了8年左右的经济直接向上发展的过程。当然有人也说了啊，那次的4万亿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中国的房价的这个资产价格的这个飞速增长啊。也包括就是很多其他方面的副作用，但你回过头来看，确实当时是短期之内有效的。而这一次呢，为什么说比那次严峻呢？因为这一次全世界现在其他国家都已从疫情里头基本跳跃出来了，但是中国经济这一次面临的问题就是自己的内部需求不足导致的，不是由于外贸问题。因为现在外贸经济对中国的 GDP 的拉动整个只占1个百分点。也就是5%的 GDP 里头，只有1个百分点是由外贸拉动的，那你大部分要靠整个内需来拉动，而内需来拉动中国现在体量不一样了。2008年的时候，整个中国经济整体量只有30多万亿，现在已经是126万亿了。那么你162万亿的体量情况下，你现在继续搞投资不太现实。为什么？中国现在大量的产能都过剩了。你现在电动汽车开足马力的话，1年可以生产3000万辆，但大家不买呀，对不对？房地产现在从某种角度来讲也过剩了，那你怎么办？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想办法，要恢复消费的能力和信心。所以我的分析，就现在这一次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包括重新刺激房地产的政策，基本上是纠正3年前的政策。3年前他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政策提出来什么房住不炒嘛，对吧？教育市场搬出大山嘛，但是呢，大山搬掉了之后，把需求也搬没了，现在没有办法走回头路。这个回头路从几个月之前重新恢复教培市场已经看出来了，现在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走回头路了。说我不管将来这个房地产市场是不是有问题我先把这个搞起来，我先让这个消费搞起来。但是说句实在话，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确实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本质上来讲，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由于没有所谓的房产税来约束持有成本非常低，所以导致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旦进入到景气周期的时候，会拼命的上涨，涨得会非常非理智。那么一旦要是进入到这个下跌通道的，跌的也会非常非理智。也就是说，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这个评理的工具没有房产税这样的一个工具，只能靠政策工具。那么只能靠政策工具，就加大了房地产市场本身的周期性。那么很多人都问了，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房产税呢？其实也很简单，我过去也讲过，因为中国政府没有从中国老百姓手中
征收直接税的能力。中国所有的税，大家可以看一下，都是流转税，就是在流转环境下我代扣代缴，或者说你在流转环境下你不交税，你就没办法完成这个交易。比如说你卖房子，你要交契税，你要交所得税，这个没问题啊，因为你不交税，你没办法完成交易。但是对于资产持有状态下的征税，中国政府从来没搞过，从来没搞过。当年最早北京市搞的自行车，说每年自行车收4块钱，我还有印象，收不上来，就4块钱的都收不上来。你想想房子它能收上来吗？你说房子说值1000万，你这一年说是你房产税0.5%，不高吧？你收5万块钱，你收试试，收不上来，对吧？因为你要收房产税，在西方收税其实是由于我选择了我的议员，到了议会里头了，我知道我这个钱干什么去了。所谓的无代表不纳税嘛，中国政府呢，那哪有这个无代表不纳税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我收税就是我的了，我想怎么干就是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所以甭跟我讲什么无代表不纳税。所以中国老百姓有非常强的抗税意识，所以中国政府不敢直接在房产这收房产税，这是它的根本原因。既然不敢直接收房产税，它就只能靠政策工具。就是我给不给你贷款呢？我搞不搞你什么资产负债表70%啊？那么导致了中国对房地产市场的评以工具乏力。那么最后导致什么呢？导致了整个房地产市场对中国经济的绑架。大家都知道，这跟香港很像啊。香港当时董建华上台的时候，香港人抱怨呢，香港人就是说收入这么高，最后都给房地产公司打工了，然后香港人的住房条件基本上是所有发达国家最差的。所以董建华上台之后呢，搞保障房，推出了很多房子，结果一夜之间导致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崩盘。崩盘了之后导致什么呢？香港市民不干了。为什么不干了？因为他一辈子的钱都在房地产里面呢。你现在资产缩水一半，它变成负资产了。所以这就是房地产市场绑架香港经济的一个典型案例。其实中国的经济跟这多多少少有点像。当然没到香港那个程度啊，就房地产市场从某种角度来讲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由于缺乏相应的评议工具，导致了房地产市场跟中国的经济一荣俱荣，一枯即枯，这是为什么这次转向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啊，在我看来，现在把房地产市场原先的那个方式推翻，重新开始鼓励大家买房，且不说大家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间买房子，你现在降低这个门槛啊，降低这个贷款利率啊，都是说，怎么说呢？要加大杠杆。如果房地产市场本身不涨，大家是没有买房意愿的，这个是不是有效啊？更重要的一点，在我看来，就是这种方式类似于饮鸩止渴，就先把这个东西，先喝了，对不对？管它有没有毒呢？因为毕竟过去呢，还能带来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嘛。至于将来崩的哪一天，我们不知道，先把它恢复起来再说。所以这是政策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刚才讲了，中国的需求不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这里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今年的9月20号，就是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叫做刘世锦，他写了一篇报告。他这篇报告呢，就提出来了一个10万亿的整个经济刺激政策。他说这次10万亿的经济政策呢，跟08年的是差不多。如果按照同样的规模，那次是刺激了4万亿，这次大概需要10到15万亿，对吧？但是他提到了2点。他说第一点，不能简单的效仿西方国家搞量化宽松的政策。他说这个东西对中国来说没有太大的用处。他说核心还是要增加中国的内需，但是增加中国的内需呢，又结合到另外一个标准去看啊。他说所有的这些不发达国家，就是第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然后呢第二轮中速增长，再进入到第3轮经济低速增长啊。他说所有的这个后发国家往这个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都经历这3个阶段。但是从这个经济高速增长，一般来说到人均1万美元，到卖到一个发达国家这个过程中间，从大国来讲啊，他说成功的先例并不是特别高，也就是亚洲的韩国和日本，其实还加上这个台湾啊。那么像南美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就掉下去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嘛。这刘世锦的观点啊，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凡是那些掉入到中等发达国家陷阱的国家里面，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就是在这个社会结构中间，基本上是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这个社会结构，也就是说是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他说，如果是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社会，往往就会到人均收入1万美金的时候再也迈不过去了。为什么？就是一旦这个社会中间遇到需求不足的时候，就是这些最有钱的这批人他不消费了，或者说他的资产主要以这种房产什么为主，受打击最大。然后这个社会的这个没有一个中产阶级来支撑整体的社会需求的需要，于是这个社会就进入到了通缩循环。那么你可以看一下日本、韩国，也包括台湾，其实之所以能发展起来，都是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而拉美那些国家都是因为有一个相对贫富分化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社会结构。而今天的中国呢，今天的中国中等收入的人大概只有4亿，而不发达的呢，这差不多有9亿，也就是低收入者差不多是9亿，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呢，被认为长期以来都在0.45%以上。也就是说，今年中国的需求不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贫富分化太大了。刘世锦的报告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就是这个贫富分化太大了，导致什么呢？导致了现在其实对于低收入者来讲，他满足的需求是个基本生存需求，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讲呢，是一个发展性需求。那么你现在政府如果要想刺激这个整个经济发展，他提出了一套方案。他说，未来用10年左右的时间，把整个中国的中等收入的群体的数量规模扩大1倍，就是由现在的4亿扩大到8亿左右。那么整个中国的收入结构，社会的收入结构就由现在的哑铃型变成了一个橄榄型。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彻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这么一个局面，进入到发达国家。所以他现在提出来的方案，就是要想办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那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啊，那当然了，那无非是2个方面的改善啊。第一个就是在第一次分配过程中间，要倾向于向这个低收入家庭来分配。你比如说现在你企业分的钱给工人少嘛，你要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完成这个。第二个呢，你要通过减税的措施，让低收入者尽量不怎么收税，对吧？现在就有人提出来了。这中国银行原先的这个统计局局长啊，叫戴世松吧，还是戴世锦呢？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他提出来，这一次应该把个人所得税的这个起征点免征额从5000提到8000。那么5000提到8000，整个财政收入啊，一年只减少300亿，但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那这是实实在在的利好。还有比如说，现在已经路透社他们都报道了啊，中国准备对第2个孩子的家庭发钱。1个月发800块钱，那么这种补贴政策也是一个方案，就是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说就是刺激人口嘛。还比如说，你对更低的收入家庭直接给他们发现金，是吧？像这种方式就可以使得整个中国的收入状况慢慢的由现在的哑铃型变成纺锤型。那么在我看来啊，中国现在需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啊，它先通过量化宽松的政策降息降准，鼓动股市，然后房地产市场提振信心的方式啊，有情可原。因为首先要把信心搞起来嘛，股市起来之后也有财富效应。那中国的股市的规模也60-70万亿呢，涨10%相当于涨6-7万亿的财富嘛，涨30%20万亿嘛，大家有钱了就会去消费嘛。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情可原。但是更重要的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还是刘世锦所讲的，要想办法把整个中国的收入结构由现在的哑铃型变成纺锤型，让低收入者变成这个社会的中等收入者，让这个中等收入者构建的需求主体变成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的龙头。能不能做到这一步，那应该说是考验中共现在的决策层。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当然，我也希望股市一直涨，再来一次大牛市，大家都挣点钱啊！好，再见。年底目标为4165点。只要这个事儿做得好，对吧？我第一期5000亿，还可以再来5000亿，甚至可以再搞第3个5000亿。南昌师范学院附中老师集体考新。
看看杭州不给钱呐，都看看啊，人山人海的，他妈1年的钱不给，去年开始没给了。